三星在3纳米领先台积电的愿望又要落空了。据外媒日前报道，因为担心三星的良率过低，大客户高通已将3纳米 AP 处理器代工订单交给台积电。台积电和三星是全球领先的2大芯片代工厂商，正在推进3纳米工艺。按照计划，三星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实现3纳米代工量产，而台积电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实现量产。台积电在先进制程上一直领先三星，获得了不少大客户的信赖。苹果、AMD、英特尔、联发科等在3纳米上都倾向于将订单给台积电，而三星仅有大客户高通，如今连高通也丢失了。3纳米工艺量产能否如期而至？三星在2021年6月便已经顺利实现流片，并表示将在今年上半年实现量产。然而有研究机构预计，三星的3纳米制程工艺不大可能在2023年前量产。三星3纳米工艺采用的是全环绕山脊晶体管 GAA 技术，而不是沿用之前成熟的其市场效应晶体管 FinFET 技术。业界人士认为，三星在该新技术的研发方面仍然面临挑战，还有关键技术问题尚未得以解决。三星在先进制程方面的良率是个很大的问题，最近该公司还陷入了一桩丑闻，部分在职前员工涉嫌伪造和虚报5纳米、4纳米、3纳米工艺制程的良品率。高通之所以将3nm AP 处理器转单台积电，正是因为对三星的代工良率失去信任。据悉，由三星代工的高通 Snapdragon 8 General E 成品率仅为 35% 左右。高通在去年就已经将4纳米 AP 处理器 Snapdragon 8 General E 部分代工订单给了台积电。一直以来，三星在工艺制程、产品良率、客户方面都不及台积电。不甘落后的三星，在7纳米、5纳米工艺未能领先，便对3纳米寄予厚望。而如今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芯片厂商倾向于采用三星的3纳米代工，而且技术和良率上还有待突破。三星或许真的无法如期量产3纳米，一旦如此，三星赶上台积电的梦想，也只能看更先进制程2纳米了。不过毕竟是比较新的工艺，不仅三星，台积电也传出不能按预期量产3纳米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台积电在3纳米工艺上也遭遇了良率难题，为了达到满意的良品率，目前台积电也在不断修正，这也可能影响 AMD、英伟达等部分客户的产品路线。不过台积电并未对此回应。此前台积电曾多次对外表示在按计划推进。在今年1月份的财报分析师电话会议上，台积电 CEO 魏哲嘉就表示，3纳米制程工艺在按计划推进，将在今年下半年量产，明年1季度将看到3纳米工艺的营收。台积电3纳米是全新节点的工艺，与加强版5纳米工艺、4纳米工艺和 N4X 工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在晶体管数量方面，其逻辑密度可以提升 1.7 倍，从而带来11%的性能提升。功耗方面，3纳米工艺也将实现同等性能下，可以降低 25%到 30%。与三星不同的是，台积电仍然采用成熟的其市场效晶体管 FinFET 结构，这会比三星采用新的全环绕山脊晶体管GAA 技术更容易推进。而且据行业人士透露，虽然没有采用更新的技术，台积电依然能够实现超高性能和良好的功耗表现，将在2纳米工艺领先台积电。在3纳米工艺上，尝试采用全环绕山脊晶体管 GAA 技术，而不是像台积电那样沿用原本成熟的其市场效晶体管 FinFET 架构。这或许也从另一方面透露出，三星或许并不是想在3纳米上领先台积电，它的目标应该是2纳米。现如今，其市场效晶体管 FinFET 结构的潜力已经几乎被挖掘殆尽。随着工艺节点发展到3纳米后，晶体管沟道进一步缩短，FinFET 结构将遭遇量子隧穿效应的限制。
根据国际器件和系统路线图 IRDS 规划，2021到2022年以后，其是场效晶体管 FinFET 架构将逐步被全环绕山级晶体管 GAA 所取代。对于台积电来说，为了减少生产工具以及客户设计的变更，3纳米沿用其是场效晶体管 FinFET 结构，然而到了2纳米，将不得不采用类似全炸场效应晶体管的 AFET 结构。全炸场效应晶体管的 AFET 结构可以通过更大的闸极接触面积，提升对电晶体导电通道的控制能力，从而降低操作电压，减少疏漏电流，有效降低芯片运算功耗与操作温度。比如 AFET 技术将勾道4侧全部包裹 ，FinFET 的山极仅包裹勾道3侧。据悉，三星3纳米的 AFET 工艺采用多桥式勾道场效应晶体管 MVC-FET 晶体管结构，与当前的5纳米工艺相比，面积减少 35%， 性能提高 30%， 功耗降低 50%。三星优先于台积电。在3纳米时使用的 AFET 技术，可能并不是想要在3纳米工艺上领先台积电，而更多的是提前掌握和熟悉该技术，这样可以在后续的2纳米、1纳米工艺上具有领先优势。三星在3纳米工艺上想要超越台积电是很难的。首先采用的是新的 AFET 技术，这需要更多时间、更多人力、财力去研究，而良率在刚开始的时候估计不会很高，成本必然也不低。三星自己应该早就意识到这一点，以新技术去与台积电的成熟技术对抗，在时间、成本、良率方面都不占优势，更何况大的芯片厂商苹果、AMD、联发科、英伟达、英特尔等都倾向于信赖台积电，而如果是把领先的目标定在2纳米，可能性或许就高了很多。当台积电在2纳米才首次转入的 AFET 工艺时，三星已经在该技术上有多年经验了，这就更可能取得突破，抢到客户。不过虽然想象是美好的，三星要想实现超越台积电还是很有难度，毕竟台积电长期在人才、技术、良率、客户方面的积累足够深厚，即使是从 FinFET 技术转向的 AFET 架构，可能也会比三星更容易、更快实现。总结，简言之，3纳米工艺整体可能推迟量产，三星良率过低，丢失大客户高通，都将让其在与台积电的竞争中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，而提前尝试新技术，能否让其在2纳米甚至1纳米工艺上领先，也是未知数。对于三星来说，可谓前路漫漫。